我叫小林，我是一个学生，今年15岁。我在一所中学上初二。今天是周六，不用上学，天气非常好。我早上8点就起床了。起床后，我先去卫生间刷牙。我用的是蓝色的牙刷，牙膏是草莓味的，甜甜的。刷完牙，我又用温水洗脸。洗完脸，脸上凉凉的，很舒服。然后，我走到餐厅吃早餐。妈妈已经做好了早餐。早餐是面包和热牛奶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鸡蛋。面包软软的，牛奶暖暖的，鸡蛋香香的，都很好吃。我慢慢吃，吃了2个面包，喝了1杯牛奶，还吃了1个鸡蛋。吃完早餐，我回到房间换衣服。我换了一件浅蓝色的卫衣，一条浅灰色的运动裤，还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。换好衣服，我打开抽屉，拿出我的钱包。我的钱包是蓝色的，很小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小熊图案，很可爱。钱包里面有500元钱，是妈妈昨天给我的零花钱，还有我的身份证，还有1张我的学生证。我把钱包放进裤子的口袋里，用手摸了摸，确认钱包在口袋里，我就准备出门了。我家附近有一条小路，小路很干净，路边有很多树。我走在小路上，很开心。我一边走，一边看路边的风景。小鸟在树上唱歌，声音很好听。路边的小花开了，有红色的，有黄色的，还有粉色的，都很漂亮。我还看到了一只小猫，小猫是白色的，很可爱。它正蹲在路边，盯着地上的小虫子。我站在公交站，等公交车。我等了大约5分钟，公交车就来了。公交车是红色的，很大，上面写着101路。公交车停在我面前，车门打开了。车上人不多，只有几个人。我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我把钱包从口袋里拿出来，看了一眼，又小心翼翼地放进裤子的口袋里，用手摸了摸，钱包还在。我坐在座位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公交车开了很久，经过了很多站，终于到了商场站。我按下了下车按钮，公交车慢慢停下来，车门打开了，然后就下了车。商场很大，门口有一个大大的广场，广场上有很多人，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耍。我走进商场，商场里很热闹，有很多人，还有很多商店。我先走到1楼的奶茶店，我喜欢喝奶茶，甜甜的，暖暖的，尤其是珍珠奶茶。我走到柜台前，我伸手去摸裤子的口袋，想拿钱包付钱，可是口袋是空的。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，很着急。
我又摸了另一个口袋，也没有钱包。我又摸了上衣的口袋，还是没有。我的钱包呢？我小声地对自己说，声音有一点发抖。我很慌，额头出了很多汗，手心也出汗了。我想，钱包可能丢了，可能丢在公交车上，也可能丢在来的路上。我飞快地跑到公交站，想找我的钱包。可是，刚才我坐的那辆公交车已经开走了，站台上只有几个等待公交车的人，没有我的钱包。我沿着来的路往回走，一边走，一边仔细看地上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我走得很慢，眼睛紧紧盯着地面，希望能看到我的蓝色钱包。我走了大约20分钟，终于走到了小区门口。小区门口有一个保安亭，保安叔叔正坐在保安亭里值班。我跑过去，站在保安亭窗口，对着保安叔叔说：“叔叔，叔叔，我的钱包丢了。你看到一个蓝色的小钱包吗？上面有小熊图案，里面有500元钱，还有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。”保安叔叔停下手里的工作，看着我说：“小朋友，别着急，我没看到你的钱包，你再沿着小区的小路找找，或者去物业办公室问问，也许有人捡到了，交给物业了。”我走了大约5分钟，就到了物业办公室。物业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有一位阿姨正在工作。我走进办公室，对阿姨说：“阿姨，你好，我的钱包丢了，我想问问，有没有人捡到我的钱包？交给您了。”物业的阿姨很热心，她停下手里的工作。阿姨打开电脑，调出了小区小路和门口的监控。我们一起看监控，我眼睛紧紧盯着屏幕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我们终于看到了监控里，我走在小区的小路上，一边走，一边看路边的小猫。口袋里的钱包不小心掉了出来，掉在了地上。然后，一个老奶奶走过来，看到了地上的钱包，弯腰捡了起来。阿姨笑着说：“小朋友，别担心，这个老奶奶是我们小区的住户，我认识她。我知道他家住在哪里，我带你去找他。”我们走了大约3分钟，就到了老奶奶家门口。老奶奶打开了门，老奶奶头发花白，脸上有很多皱纹，但是笑容很慈祥。阿姨笑着说：“阿姨，你好。这个小朋友的钱包丢了，我们看监控，看到是您捡到了。”老奶奶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：“哦，是这个钱包啊，我今天早上在小区的小路上捡到的。捡到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就捡起来。我还想着下午去物业办公室，把钱包交给你们呢。”老奶奶转身走进屋里，很快就拿出了我的蓝色小钱包。
钱包上的小熊图案还是那么可爱。老奶奶把钱包递给我，笑着说：“小朋友，这是你的钱包吧？你看看，里面的东西少没少？”我接过钱包，双手有一点发抖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钱包，里面的500元钱还在，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也还在，一样都没有少。我很感动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对着老奶奶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谢谢奶奶，太谢谢你了！要是没有你，我就找不到我的钱包了。”老奶奶笑着说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。”我拿着钱包，紧紧攥在手里，生怕再弄丢了。我背着粉色的双肩包，走在小区的小路上，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，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。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暖的，风轻轻吹过来，很舒服。虽然今天丢了钱包，很着急，很害怕，但是我遇到了很多好心人，他们帮助了我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我心里暗暗想，以后我也要做一个好心人，帮助别人，就像老奶奶和物业阿姨帮助我一样。